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长江旁边，离三峡这个地方呢也很近，大概是30公里左右。我们经常说啊，特别是我们有弄什么东西啊，要捆绑，要把它绑住，还有呢有什么扶住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很独特的东西，一眼望去，这个山体有很多裂缝，其中有一条裂缝呢，宽度达到5-6米，很多人一看以为快要倒塌了，其实不会，就是一个巨大的这样岩石啊。用巨型的钢索、铁链把它捆绑住，不让它倒塌。就我们经常说悬崖村，那整个一个村是在一个巨大的石头上面，它这里呢也不例外，就整个一个山体啊，在长江边上面，用巨型铁链把它绑住，不让它倒塌。这是一个世纪工程，一个震撼的工程啊！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。这个地方是叫做链子崖，属于长江西陵峡南岸地区。因链子锁崖而得名。为什么叫链子锁崖呢？就是用铁链啊锁住悬崖峭壁，锁住石山，不让它掉落。它这里是神道，因为这个地方呢不是陵墓，但是为什么会有神道呢？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。因为它前面呢相当有一个祭台，那祭台到时候在古代，祭台也是为了我们说招魂一样的，所以呢它有神道，而且这个人呢都是一样的。往前走。走到上面有一个很独特的东西，这个应该在经常影视剧可以看得到。这里有3根巨大的石柱，然后石柱中间呢有一个大的铁锅，用那个3根铁链拴着的，那支撑起来的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古山川祭坛，也就是说是招魂台，屹立着3根石柱，柱子用铁链相勾连，最中间。我们说是一个大铁锅，其实它应该是叫做一个大天灯，是当地通过火神化炼、神道敬重德榜相神事，再现了古代三峡祭天招魂的楚俗民风。像这个石柱上面有很多图腾、神像、鬼怪图案，就是我们说的远古图腾一样的。每个石柱、每个表面都有很多，你看看近距离的各种各样的，就是我们说的远古图腾一样的。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，具体什么含义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在这个祭坛的周边，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我们说的石头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28星宿。我们说，只要站在自己的星宿头上啊，写一个心愿的天灯，就能实现美好的愿望。所以这都是传说啊。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崖壁上面弄巨型铁链呢？据史料记载，公元100年、377年、1030年，然后1542年及1985年，这个地方呢发生过大的山体滑坡，总共呢大概有15次，其中呢，1030年和1542年大规模崩塌，分别堵塞了长江航道21年和82年，就影响非常大。一个是影响了居民的安全，另外一个影响航道，影响商业。链子崖大概长约700米，宽30米至180米，面积约0.54平方千米，有大大小小的裂缝58条，主要裂缝有12条，有的裂缝大概是宽5.2米，长约100米，深约110米。所以想想这个链子崖如果没有经过我们说的锁啊，那么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落长江，又形成巨大的滑坡。1985年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1985年6月12日凌晨，大概快4点钟的时候，对面呢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山体滑坡，那个总的大概体积呢约3000万立方米，所以说是超大型的那个山体滑坡啊，就把那个1000多年的古镇那个推入到长江，就是那个新潭古镇啊。彻底从那个历史当中消失了，损坏457户居民，共计1560间房屋，并且呢，使当时的那个长江航道停航了12天，就等于说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对面整个这样一个巨型的那个山体啊，它这里的山体不光是土啊，是那种巨大的石头，你想一想，倒塌长江，一个是堵塞，另外呢，可能就我们说形成像海啸一样的。但是好就好在呢，当时这个山体滑坡提前预知到了，就判断出来了。当时居民呢没有什么人员伤亡，所以这个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对面的那个山体大滑坡是属于1985年，而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个链子崖那个险情呢，发现的比较早，是1960年之后发现的。当时呢非常重视，组织了学者在链子崖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地质勘探研究工作。这种巨型的山体的整治工作，在世界的技术都是难题。当时国外的专家说这个搞不定，没办法，只能等它自然的那个倒塌。但是经过我们国家的科学家，经过几十年的研究，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。怎么治理的呢？就是在这个链子崖上面用173根巨型铁链去巩固5万方微掩体，就等于是说啊，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像那个裂缝用巨型的那个铁链拉住，然后外面呢等于是捆住，大概是这样的，就是巩固，终于把这个山体加固稳住了。所以呢，那个链子崖就更加名副其实嘛。如果是说，假如说乘船经过长江，看到这个上面的话，可以看到链子崖上的裂缝和治理链子崖留下的痕迹。现在如果爬到这个链子崖的崖顶，是可以看到有一些铁链的。我问了就是景区的工作人员，他说你爬上去的话，有些能看得到，有些是看不到的。在这个崖顶上面还有一个崖上人家，整个链子崖海拔近1000米。这个上面的村落叫做链子崖村，30多户，几乎是同一个家族的后裔，现在仍然生活在上面。所以链子崖的治理成功，打了国外专家的啪啪的脸，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厉害了。到这里呢，有一个当年滑坡的遗址，看看没有？这些巨大的石头都是当年那个时候倒塌下来的，这些都是啊，全部是那个时候倒塌的。所以这些巨大的石头的威力有多大，大家就能想象得出来了。这些石头，每一块石头啊，不是几吨、几十吨，可能是几百吨、上千吨的。这明显，现在裂缝从上面这样一直下来，一直都有裂缝过去。所以说要固定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啊，确实了不起。这个中国的科学家，这些石头都是天然的。这里有点像一个矿山公园一样的，但是呢，这些石头都是从那个上面倒下来的。现在好多路不通了，因为可能还是怕有那个石头掉落，所以呢就不能走过去。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密密麻麻的石头，大家能体会到吧？像这些石头都是从那个山上落下来的，因为这个地方，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好多次这种山体大滑坡。它这里的滑坡跟我们平时看的滑坡不一样，这个属于石山滑坡，有点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危害性还更大一点。这对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1985年的山体大滑坡。这两个地方呢，由于地质结构就是这些组成啊，所以我们说就是打个比方说，你土啊是软的，它这个呢里面呢也是软的，所以呢这里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大滑坡。这两个地方对面呢就把我们说的一个千年古镇把它那个摧毁了，推入到长江里面去了。现在这个已经治理好了，如果没有治理好，大家看到这样裂缝是不是紧张会害怕？但是现在已经治理好了，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确实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厉害了。